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斌。自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允许 NBA 球员参加之后，每一届美国男篮都汇集了不少大牌球星，他们无一不在联盟里呼风唤雨。而到了奥运赛场，进攻表现最好的，你知道是谁吗？不是被对手要签名的乔丹，不是无差别单打的杜兰特，也不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美国队长科比，而是卡梅隆·安东尼。甜瓜大部分时间都是替补身份，但只要他一上场，梦之队的得分就咔咔往上涨，因此他也被球迷们称为奥运瓜。而在他出战的多届奥运会中，表现最亮眼的当属12年的伦敦，他以一己之力打爆对手，刷新一系列奥运纪录。今天这部影片，阿斌就带大家重温安东尼在梦十队的超神表现。时间回到2012年4月11日，此时正值2011至12赛季常规赛收官阶段。当晚尼克主场迎战公牛，安东尼打出生涯代表作。就在第4节还剩11秒时，安东尼的一记3分球带领尼克追平公牛进入加时赛。加时赛最后8秒，又是安东尼一记3分球射进网兜，帮助尼克最终以100-99击败公牛，保住了东部季后赛的席位。那个赛季尼克的遭遇和今年的篮网颇为相似，开赛前都是3巨头配置，剑指总冠军，赛季中也都有核心成员长期缺阵，由队内角色球员扛过一段时间大旗，最终在当家球星的发力下才挤进了季后赛，并且都排名东部第7。不同的是，今年篮网面对的是年轻的绿军，而那时的尼克需要迎战巅峰期的热火。虽然赛季末小厮复出，但安东尼与03届好友们的相逢在外界看来依旧是一组没有悬念的对抗。只是没想到一上来所展示的差距就如此之大。首战尼克全场出现了24次失误，平了队史季后赛失误纪录。作为主将，安东尼出现4次失误，全场15投仅3中，得到11分10篮板，最终尼克惨负热火33分。赛季初踌躇满志的尼克显然是没有准备好，但实际情况就是他们也没什么可以准备的了。林书豪倒下，香波特赛季报销，道格拉斯伤退，戴维斯背伤加重，钱德勒一直在带伤作战，状态不佳，替补中锋杰弗里斯也受膝伤影响，战力有限。而对尼克而言，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第2场战败后，小斯把怒火浇灌在了热火主场的消防设施上，他一拳砸碎橱窗以示泄愤，但不料手被划破了，只能缺席第3场交锋。就这样，热火4-1轻松淘汰了多灾多难的纽约尼克。在生涯首次和詹姆斯交手的季后赛里，安东尼5场得分分别为11、30、22、41、35分，总计砍下139分，场均27.8分，颇有吕布战3英的气概。然而他只能目送詹维晋级，且最终加冕总冠军。早早开启休赛期的安东尼并没有闲着，他应召加入了美国男篮，备战接下来的伦敦奥运会。对于国家队，安东尼并不陌生，甚至还挺熟，因为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代表不同层级的美国队出战国际赛事，其中光是奥运会此前就已经参加过2届。2004年，年仅20岁的安东尼入选了梦6队，当时的主教练是拉里布朗，圈内皆知他不喜欢使用新人。比安东尼顺位更高的榜眼米利西奇就在活塞坐冷板凳，因此甜瓜未能在首次奥运之旅中得到足够的表现机会。他在场均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得到 2.04 分、1.6篮板以及1块轻飘飘的铜牌。之后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时的安东尼已经可以担任更多的戏份，他场均出战19分钟，拿下 11.05 分、4.2篮板，在星光熠熠的梦8队里得分位列第4，最终如愿收获奥运金牌。美国男篮也重返世界之巅。2012年伦敦奥运会，梦十队志在卫冕，尚在巅峰的科比再度出山，詹姆斯、雷霆3少打完总决赛也没歇着，德隆、保罗又一次余量携手，伊戈达拉、乐福、泰森、钱德勒的加入提升攻防弹性，菜鸟状元戴维斯也随队出征，拓展眼界。28岁的安东尼在阵中已属于老资格，尽管甜瓜在 NBA 荣誉不算多，但进攻手段非常丰富，在球场上能将百炼钢化作绕指柔。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很快这个机会来了，那就是和尼日利亚的小组赛。虽然尼日利亚是小组中实力最弱的，但阵中好歹也有 NBA 球员法鲁克·阿米努，以及当时效力于 CBA 新疆飞虎队的强力外援艾克·迪奥古。所有人都知道梦十队会赢，只是不知道居然会赢得这么血腥。而酿成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安东尼。
梦时队在第一节就早早确立了领先优势，随后便进行了人员轮换，想着全队雨露均沾。只是接下来所有的雨露都集中在了安东尼身上。替补出场的甜瓜上来就在底角命中3分，第一节最后1分钟又连中3个3分，单节砍下12分，率队进一步扩大比分。第二节开打，安东尼延续着进攻火力，先是在内线轻松完成扣篮，随后自己单挑上篮得手，并在最后投进一个3分来结束第二节。半场战罢，安东尼仅仅上场7分钟便砍下19分，期间投进了5个3分球。这还没完，暂时先不告诉你两队的分差，因为后面会更加震撼。第三节，安东尼依旧无可阻挡，他在内线强打2+1，然后把火力再次转移到了外线，频频远程发炮，又接连飙进5个3分，接球投、顶着投、运球投、急停跳投，怎么投怎么有，对手就是防不住他。在这一节7分钟的上场时间里，甜瓜疯狂砍下18分，直接将两队比分拉到了50分。此外，他还上演了安东尼连线。新秀状元安东尼戴维斯刚一登场就接到甜瓜安东尼的传球，空中接力扣篮得分。就这样，甜瓜以一己之力把奥运正赛打成了表演赛。见战局已崩，他也随即打卡下班，毕竟对方也是要面子的。但安东尼火热的手感已经传到了队友的手里，加上一开始迪奥古的挑战，梦时队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持续施虐。这也不能怪他们太残忍，毕竟总不能故意投歪吧。最终梦时队以156比73狂胜尼日利亚，全场得到156分，打破了1988年巴西创下的单场138分的奥运会得分纪录，而本场分差83分，也是新的奥运纪录。再看安东尼，整场比赛他只打了14分29秒，便3分球12投10中，创下了梦之队个人3分球纪录，而他全场得到的37分也是美国奥运史上个人最高分。奥运甜瓜当真恐怖如斯。当然，你可能觉得痛扁非洲球队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有句话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9年后的2021年，美国男篮备战东京奥运会，他们在热身赛第一场就以87比90输给了尼日利亚。虽然分差只有3分，但已经相当耻辱。同样被视为球场大杀器的杜兰特，在这场比赛里只得到17分，要不是第4节连得10分，阿杜当晚会更加尴尬。尼日利亚此番报仇雪恨，不仅自己扬眉吐气了一把，也让其他球队看到了战胜梦之队的希望。虽然美国男篮最终还是夺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金牌，但过程绝不轻松，至少在决赛之前就遭到了比以往更大的阻击。有一说一，美国男篮去年遭遇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杜兰特的责任，主要原因还是 NBA 的改革，这让联盟在规则上和 FIBA 有了更大的区别，尤其是对抗上强度完全无法匹配。近年来的美国男篮球员都习惯了联赛里体毛吹罚，但在 FIBA 的规则下，这些都行不通。这也是众多球迷呼吁安东尼第5次出征奥运会的原因。甜瓜在国际赛场上不仅跳投精准，而且不惧内线对抗。毕竟在 NBA 不受裁判待见的他，哪怕被打死也捞不到罚球。只是安东尼在收获3金1铜，成为美国男篮奥运第1人后，不易会被誉为 NBA 最顶尖的杀手之一。但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并不是对希尔德的全盘否定，他确实在很多场合下令对手感到无比沮丧，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然而希尔德对自己球队的伤害程度也不容小觑，这使得他的整体评价始终无法与他的3分球潜力相匹配。随着年龄渐长，希尔德已经踏入职业生涯的第9个赛季，而他将在年底迎来32岁。这一次他以中产合同加盟金州勇士，或许是他改善个人职业评价的最后机会，也是他迎接职业生涯转机的最佳时机。希尔德是持球型射手，观察巴迭希尔德的每场比赛正负值，你会发现一个颇具趣味的现象，他的正负值波动极大，且毫无规律可循。当他作为主力轮换球员出场时，比赛的结果往往不再依赖于运气或偶然，而是完全取决于今天的希尔德状态。尽管希尔德的3分球表现偶尔会出现失常的情况，但他从未经历过长时间的持续低迷。最近他决定调整自己的投篮姿势，这引发了不少人的质疑，在这个年龄段改变投篮姿势是否会影响命中率。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希尔德之前也尝试过不同的投篮姿势，由于他的右手腕似乎天生带有导航功能，无论身体如何调整，他都能将球投进篮筐，因此投篮姿势对他来说并不是首要问题，他的投篮本就充满变化。实际上，持球和跑动的节奏对希尔德的投篮表现影响更为显著，他更倾向于作为持球型射手，而非单纯的跑位型射手。
尽管他在近2个赛季提高了接球投篮的比例，但在2022至23赛季，他的持球三分球命中率甚至高过于接球投篮。在这一赛季中，希尔德的接球投篮三分球命中率为 42%， 而持球三分球命中率则达到了 43.8%。2022至23赛季对他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他在过去3年中唯一一个在同一支球队打满整个赛季的赛季。这一年他的表现堪比2018至19赛季，当时他在最佳进步评选奖中排名第4。在2018至19赛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为 42.7%， 场均投进 3.4 记三分球，而在2022至23赛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略降至 42.5%， 场均投进 3.6颗。过去6个赛季中，希尔德的单季三分球命中率均在 39% 以上，场均投进3颗三分球以上的表现，和 Stephen Curry 平起平坐，各自达标4次，而保罗乔治则有3次，其余球员最多只有2次。如果再加上出赛场次这个条件，那希尔德狠狠甩了科瑞和乔治好几条街。希尔德的健康状况极佳，几乎年年全勤出赛。巴蒂希尔德长期以来在知名度较低的球队打球，这使得很多人对他的认知仅停留在数据层面。如果与克莱汤普森相比较，克莱几乎每年的平均触球时间都在2秒出头，运球次数则约为 1.3 次，而希尔德直到2022至23赛季才将自己的触球时间和运球次数降低到类似的水平。之前他的这些数据都显著偏高。虽然他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希尔德在费城76人队的表现有所边缘化，但他在生涯表现最出色的2个赛季中，他的主教练分别是戴夫·乔格尔和里克·卡莱尔。而在表现较为普通的赛季中，他的教练主要是卢克·沃顿，这其中的最大区别在于前2位教练会对希尔德的持球使用进行限制。这一点实际上揭示了希尔德在使用上的主要难题，他有2个明显的特质却相互冲突。首先，他在持球后的投篮非常精准，以2022至23赛季为例，他运球1次后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49.5%， 运球2次则为 47.2%， 这2项数据都远高于他的接球投篮命中率。然而第2个特质却是希望他减少持球，进行更多的跑动，才能打出更好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希尔德的球商相对较低，如果赋予他过高的权力，他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强项，他很容易在手感火热的时候打乱自己的节奏，突然想要切入或传球，这样的突发行为让对手难以预料，但同样也让队友感到困惑。在国王队时期，常常可以看到他在第4节独自带领球队追回双位数的落后，但最终又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球队失利，很多错误的判断并没有体现在数据上，属于隐形失误。简而言之，过去的希尔德无法验证在被授权进行持球操作且不脱轨的情况下会展现出多么可怕的杀伤力。由于这2者一直无法并存，卢克·沃顿让他持球时，他的优缺点都会被放大，而戴夫·乔尔格和里克·卡莱尔则限制了他的持球机会，使他最强的持球投篮机会减少了许多。球商不足影响到防守。回头审视巴蒂希尔德的成长过程，追究其问题的根源其实已相当复杂。希尔德在与卢克·沃顿合作时已经年满27岁，而他的奥克拉荷马大学的表现直到大4才迎来大幅突破。那一年他被誉为 NCAA 的科瑞，展现出一种英雄式的打法，这种风格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已经成型，因此 NBA 教练能做的只是为他设计战术，实际上难以对他的成长进行重大改造。至于球商能否通过培养得到提升，这恐怕效果有限。希尔德的球商问题不仅在进攻端表现突出，还在防守体系中影响了他的定位。值得一提的是，希尔德在国王和溜马这2支球队的任期间，尽管存在薪资或续约的考虑，但在决定交易他时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人选。国王在赛季中送走希尔德，夏季才换来赫尔特，而溜马则是内姆哈德与希尔德轮流使用，而内姆哈德的表现并未超越希尔德。由于希尔德的球商不佳，使用他的球队很难为他安排过多的掩护跑位战术。在国王队时，他的掩护跑位占比在 10% 至 15% 之间，而在过去2年，卡莱尔教练甚至将这一比例降低到 10% 以下。希尔德的接球投篮大多数是以定点待命的方式进行，他在跑位方面的不擅长让他难以阅读对手的跑位，这对判断他是否成为合格3D 球员是一个重要标准。希尔德更适合担任持球者的防守者，而不擅长追防无球跑位的射手。然而正常球队往往不会将防守持球者的工作交给速度和对抗性都一般的希尔德，这使得他很容易被贴上防守短板的标签。
希尔德并非不愿意防守，实际上他的速度和对抗性都普通，但他具备超长的体力，无论在比赛的哪个时段，都很少能看到他在防守时懈怠。他容易犯的错误主要是追过头、追错方向或启动慢，但他绝不会在场上懈怠，常常像一只追逐篮球的疯狗，表现得十分勤奋。要让希尔德在进攻端发挥其所长，球队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防守体系，能够容忍他在判断上的失误，并充分利用他能够进行大量跑动的优点。然而国王和溜马都未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因此希尔德因球商问题引发的防守隐患不断的被放大和审视，个性也被贴上负面标签。巴蒂希尔德的球商问题不仅在场上显露无遗，还深深影响了他在场外的表现与形象。但夫乔格尔担任国王队主教练时，尽管他对希尔德的使用有所限制，使得希尔德最终获得了最佳进步奖的第4名，但希尔德却认为这种限制妨碍了他的全面发挥。在溜马时，类似的情况也再度上演，希尔德对自己在场上的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自我修正的意识，他对通过战术掩盖自己缺点的教练产生了不满，以为这种方式限制了他的表现。希尔德毫不掩饰自己想赚更多钱的愿景，这让他在一些球迷眼中成了气氛组的一员。虽然希尔德在球场上的表现存在争议，但他在个性上值得为自己辩护。从多个角度看，他实际上是一个出色的队友，任何球队都需要像他这样的球员。希尔德能够长期保持健康，拥有超长的体力，且在职业生涯中状态也没有出现严重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对自我的高要求。他是一名训练狂魔，连科比都曾对他的训练态度给予认可。希尔德的日常生活几乎被健身房和篮球场占据，在国王时，他甚至获得了闹铃的称号，因为球馆中传来的运球声总是意味着新的一天开始了。他并不是那种默默无闻进行训练的人，反而非常健谈，经常在休息室讲笑话逗队友开心，并主动拉着队友一起训练。虽然他常常抱怨上场时间少，不被让他打先发，或者希望获得更丰厚的合约，但这些抱怨更多是针对教练或管理层。他与博格丹诺维奇在国王的时光里，双方都在各自的时间和定位感到不满，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始终如一，甚至在离开国王后再度相遇时，还会通过交叉举臂的动作来致意。希尔德的存在对更衣室来说是加分而非扣分，他并不是那种只沉迷夜店的球员，反而常常拿着母亲亲手制作的樱桃派分享给队友。他直言不讳的个性需求从不同角度去解读，面对自己的失误时，他不会试图辩解，而是通过不断的训练来寻求改善。虽然在赛场上他有时表现出直言不讳的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比赛的认真态度和表现。无论外界的抱怨如何，上场时他依然遵循教练的指示，全力以赴。希尔德的这种性格和态度不仅让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队友，也一定程度上为球队带来了积极的氛围。加入勇士是翻转的契机。巴蒂希尔德曾被誉为 NCAA 的科瑞，这种说法无疑是对他投篮能力的高度认可。然而希尔德本人并不满足于此，他更希望成为科比布莱恩特那样的球员。尽管希尔德付出了大量努力，拥有令人羡慕的投篮天赋，但他在比赛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常常让人感到困惑，似乎他总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搅乱自己的表现。个人觉得希尔德能够加盟金州勇士，这将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一个明智决定。在科瑞身边，他能够亲眼目睹三分球如何在比赛中发挥主宰作用，而不再需要自己制造复杂的进攻情景。这样的环境可能有助于他减少不必要的失误，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投篮能力。尽管史蒂夫·科尔在过去几年中的执教表现有褒有贬，但他可能正是希尔德所需要的教练。科尔对有经验的球员尊重，以及他的一贯用人哲学与希尔德的特点非常契合。希尔德过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授权和限制之间找到平衡，而科尔的执教风格可能会给予他更大的发挥空间。勇士队的战术体系本身就是为射手而设计的，这样的环境将为希尔德提供更为准确的进攻定位，使他不容易犯错。与科瑞搭档的希尔德尽管在跑位能力上可能无法复制克莱汤普森的效果，但他能在弱侧作为接球射手，甚至可以在更广泛的攻击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仅仅局限于底角。当然，科瑞总会有休息或受伤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球队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承接科瑞战术定位的球员。说到整个联盟，或许没有比巴蒂希尔德更适合这个角色的球员了。即使希尔德有时会出现一些无厘头的投篮，但科瑞的队友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适应力在这种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总的来说，这一赛季将是希尔德最接近科瑞的机会，他有望在勇士的战术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勇士的对手而言，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如同有2个科瑞的球队，这无疑会给防守带来极大的挑战。希尔德能否在这种环境中提升自己的表现，值得期待。